Hello，大家好，我现在是在美国的 Nashville，然后这边是美国乡村音乐的发祥地，也没什么别的出名的，无非就是威士忌还有炸鸡。然后我现在是在这边的范德堡大学读教学硕士，来这边也快1年的时间了。今天拍这个视频主要就是想结合一些自己的经历，然后分享给大家，如果要出国留学的话，怎么做这个心理上的准备工作。我在来这个项目之前做过3年的留学文案的工作，然后时不时就会遇到家长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们孩子出国留学的话需要做哪些心理上的准备？那当然我自己来之前也有这样的问题啊，基本上大家会给的都是一些比较普遍的建议，比如说。这些当然都是很好的建议啊，但是看上去好像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从一些小事情入手。那以下就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然后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获得更好的留学体验。那第一件小事其实就是你先看一看是不是能加的群都已经加了，比如说中国学生的微信群，比如说 Mailers 的邮件列表，比如说中国学生的见面会有没有报名。如果你是通过留学中介申请的，那请他们帮忙问一问有没有跟你一起去的同学。出国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大家都需要互相支持。那跟自己的中国同胞建立起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有时候也会经常说我们要锻炼口语，所以是不是要少跟中国人接触，多跟美国人接触，最好找个当地人一起住，这样的话英语可以进步得更快。这当然可以啊，但是跟自己中国同胞的联系还是要建立好，因为你们才是彼此最了解彼此需求的一批人。然后有比如说家具转让啊，有租房，然后有一些活动的话，知会起来也会比较方便。除了跟自己学校的同学建立联系呢，跟当地的华人组织没必要一定要参加，但是呢，最好也是能够了解一下。但是像中国餐馆啊、亚洲超市啊、中国超市这种，肯定大家自觉就会找过去。但其他的像比如说华人协会啊，比如说中文学校，其实都是可以去了解一下。比如说我自己的话，就有去 Nashville 的中文学校帮忙，那在那边结交很多朋友，然后有参加一些很有趣的活动，然后也交换到了很多信息，这些其实都是会对适应留学生活有很大的帮助的。但除了这些，也需要了解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区域的。之前1311有一期是那个采访项标，然后他提到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附近是什么。然后，所以我们可以多在附近走一走，然后了解一下附近有哪些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源，比如说学校有哪些设施是可以用的，健身房在哪儿，超市在哪儿，打印机在哪儿，附近安不安全，从公寓去学校应该怎么去，公交应该怎么坐。然后像国内路边不都是共享单车嘛，然后这边比如说 Nashville 这边都是那个共享的滑板车，电滑板车，其实稍微有点贵，但是电充值的时候还挺快的，然后有时候甚至还有推背感。那这个滑板车怎么借怎么还，其实都可以去尝试了解一下。当然，包括附近最近有哪些活动，比如说学校有时候会有酒会，附近可能会有演出，让自己对自己周边环境越熟悉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变得越放松。当然，也可以参与一些志愿者的活动，然后帮助自己所在的这个区域变得更好。我还记得我刚来美国时候最大的感触就是美国人是真喜欢聊天，就他们在寒暄的时候，时不时就会问你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周末怎么过的？你周末做了什么？然后你的课上怎么样？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其实这些问题我们也可以经常问问自己。一方面呢，就是被别人问起的时候，可能英语还是会磕磕绊绊吧，但好歹要知道说点什么。另外一方面呢，就经常 check 一下自己的状态，最近感觉怎么样啊？然后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啊？然后最近的作业感觉怎么样？有哪些觉得需要帮助的或者觉得不合理的地方？这些问题很简单，也听上去很无聊，但是它们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跟自己的留学生活建立更好的连结。我想必很多人出国读书很大的一个目的，也就是说一口纯正的英语。但是我们国内英语教学其实对英语有很大的误解。首先，根本没有所谓纯正的英语；其次，现在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已经越来越多，然后网上交流也都很方便，所以我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就是比如说到美国读书，你就一天就只能说英文。再来就是我们说的英文不地道，因为我们本来不是当地人。再然后，很多人觉得自己英文作文写不好，就是因为英语不好，词汇啊、表达啊、语法等等等等。但其实不是这样，学英文当然很重要，但是讲好母语对于第二语言的习得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因为语言它不只是词汇啊、表达啊、语法、读音啊，它有很多字典之外的东西。不同语言之间是有很多东西是互通的，所以即便是2个语言完全不通的人，他们可能比手画脚也还是能够交流。有很多英语的东西我们不认识，未必是因为那个词我们不认识，而是我们不熟悉或者不习惯这样的表达。比如去买鸡翅，然后店员可能就会问你，bone in and bone out， 那写出来大家都认识啊，但是第一次我在店里这样被问的时候，当场还是会懵一下。那拓展到学习上，比如说我们课堂里学了一个东西，或者比如说要我们看一篇关于它的英文的文献，然后看起来很费劲，看不懂。我们其实有时候也不要死磕，我们完全可以借助中文的资料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再回到英文里。再来就是英文里有很多书信的规范，还有学术写作的规范，其实中文里也有。然后把中文里这些规范背后的逻辑搞清楚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英文写作也会变得非常的自如。不管是练一口流利清晰的英音或者美音，然后积累很多日常交流的表达，还是关注当地的各种新闻潮流，其实都是为了更好、更轻松自如的跟别人进行交流。当然，很多细节的语言习惯还是需要注意的，毕竟这个关乎尊重和规范。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为我们有时候说的磕磕绊绊而感到泄气。反过来，我们应该为自己能够在2个语言之间进行切换而感到自豪。我建议所有要来美国留学的同学都能够关注一下种族歧视相关的新闻。我们可能很多中国人觉得种族歧视就是眼界狭隘嘛，种族歧视它不只是一种眼界狭隘，它是扎根遍布在美国整个体系当中的，然后短时间内可能也不会得到解决。最近在明尼苏达也有发生相关的新闻。那对于亚洲面孔来说比较普遍的歧视就包括在学校的话就是 model minority myth， 就是模范生偏见。很多人就会觉得，你亚洲来的学习一定很好吧，你数学一定很好吧，你肯定很能吃苦，对吧？然后在校外呢，我们在疫情期间也都看到过这样的新闻。
但除了这些比较显性的行为之外呢，还有很多歧视的行为其实是以 microaggression 的形式存在的，他们可能各种各样，然后也经常不被当回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说希望大家经常 check 一下自己的状态，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就可以说。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客随主便，然后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换个角度说，我们也需要入乡随俗嘛。那这边的俗就是有话直说，所以有什么我们觉得不舒服或者不合理的地方，都可以跟同学、老师，还有一些这边专门的机构去跟他们说。能不能改变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至少要能够先发生。前面讲英语学习的时候，我们说母语也很重要。那也是类似的，我们来美国留学肯定会想要做很多功课，了解美国当地的文化嘛。但除了美国的文化之外，我们还需要再多了解一下中国的文化，甚至于我们需要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才是中国文化。好多人，特别是申请过美国本科的同学，肯定都有遇到过这样的文书题目：你能给我们学校的多样性，给我们学校的 diversity 带来些什么？那很多人就会说，我们可以带来中国文化，但中国文化真的是我们可以带在自己身上的一个东西吗？这张照片是我在Nashville意外参加的一个舞狮的 workshop。那舞狮毫无疑问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在国内已经见得越来越少了，更别说参与。反而是在美国重大节日的时候，经常就能看到舞狮的表演。那舞狮究竟是 Chinese culture 还是 Chinese American culture 呢？其实没有哪个人可以代表大的文化。中国文化里面好多东西我们其实自己都不了解，相反，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要来美国读书，了解当地文化当然很重要，但是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我们受过哪些影响，我们是如何成为现在的我们的。那总而言之呢，我们出国留学就是要多了解附近，多了解自己，还有自己的状态，然后多跟身边人产生连接，然后要放松，不要给自己设太多的限制。讲好英文当然很重要，但是它有非常多不同的渠道，放松自如的交流是更重要的。当然也需要注意一些细节，尊重规范，要多关注自己身边一些不平等的事情，尽自己所能，能改变最好，不能改变至少说出来。至于生活饮食方面，其实完全不用担心，像很多人会担心来这边吃不好，但其实中国餐馆很多，然后也都有亚洲超市、中国超市，可以买到各种国内的调味料，网上也都可以买到国内的零食。出国留学当然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有很多问题，其实我们即便是在国内换一个城市生活，也都会遇到。多问自己一些问题，然后多感受，多放松，多关注身边，多关注细节，其实对于在任何地方生活都非常重要。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都可以来问我。如果大家有其他想了解的东西，也都可以后续再拍其他的视频。拜拜。